大家好，为黑而黑是毫无技术含量的，比方说攻击赵丽颖的时尚感，或者说攻击王一博的面瘫脸，都是反反复复的语焉不详，毫无硬核，让人听了看了也都不知所云，不明所以。这就是为黑而黑的高明和下作了。而向来只懂硬核，一直都爱深扒的Shin Wan，每次都热情鼓励所有那些看热闹不嫌瓜皮的人去多看看，去多捧场那些尬吹尬黑，就是因为这些人其实就喜欢不知所云、不明所以的迷茫感觉。比方说，赵丽颖再次被嘲时尚绝缘体，黑粉其实说了半天，居然把赵丽颖的缺点描绘成了优点。这种强行时尚的门外汉语言，真的让Shin Wan再次莫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相信这种孤独感，王一博也感同身受，因为长空之王。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有时也挺佩服赵丽颖的鬼聪明和小眼光的。为什么Shin Wan会这么说呢？因为魔幻的2022年里面，诡异的2023年里面，你如果一招不慎搭戏了一位实力派坑爹演员，你就有可能跟着断崖栽坑了。正如王俊凯幸运搭上了一位神秘福星之后，居然神奇取代了长空之王。之前一直网传赵丽颖和龚俊可能要合作，这个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还说他俩是平台撮合的。现在暂时还没有听说过他俩确定要合作的消息，这个阵容是溜粉的概率很高。不过有一说一，龚俊资源是真的很好，他最近的剧都是和顶流花合作，在资本的强烈撮合下，也不是没有可能和赵丽颖合作。龚俊从单改一炮而红后，本来就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开始他就是公司主要捧的艺人，即使是胡咖时期拍戏也都是男主，现在好不容易火了，背后的资本更加会把他推上去，这样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前面几次龚俊的负面新闻爆出来后，他家就一直下场疯狂捂嘴，硬是把那些事给盖下去了。至于赵丽颖，她这段时间和华策接触频繁，资本的谨慎也是肉眼可见了。王俊凯新电影上映后，有不少帖子带节奏说电影本身有这个成绩都是靠的王一博，因为王一博的新电影撤档了，不然还有王俊凯什么事？说这种话的要么是王一博的不理智粉，要么就是想挑动两家关系的批皮黑。其实这两家早就有暗潮涌动的结怨了，因为都在争95小生的 top 位，其中王俊凯99的，王一博97的，俩人都算95生。另外还有个资源大户刘昊然，默默攀爬的吴磊。要是易烊千玺早生1年，95生大战就更有意思了。很多业内也挺想看今年国庆档王俊凯和王一博打擂台的，因为他俩都有个问题需要突破，那就是需要用自己的演技去服众，需要用一部大片和影评来证明。请注意，不是票房，不是票房，不是票房，重要的Shin Wan铁口要说3遍，因为Shin Wan我的铁口已经说到口水开裂了。王俊凯今年最受争议的就是演技问题，他又很喜欢演一些比较复杂的角色，最后出来的效果就是好像及格了，但又好像没得夸，最后很多观众都跳过他的演技去看作品本身。不过这对他也挺好的，毕竟底线拉低了，后面演技有进步的话就能顺势夸一波了。只能说能够独霸11黄金档，这个王俊凯的运气太好了。王一博新片撤档，刘昊然恋爱，易烊千玺考编，一切都是必然吗？Shin Wan，我相信您肯定有自己的答案的。今天为止，张译、王俊凯、殷桃主演的电影《万里归途》上映4天，票房已经接近6亿，做到了日均1.5亿的壮举。这部电影的最终票房有可能超过17亿，是王俊凯主演电影票房最高的一部。一战封神是什么感觉？去年先知先觉的Shin Wan，我也第一时间深扒了易烊千玺，结果本铁口频道当中无意之中出现频率颇高的3小只，居然继续接棒霸唱了魔幻的2022年。王俊凯1999年出生，易烊千玺2000年出生，
刘昊然1997年出生，王一博1997年出生，他们的电影资源非常好，又都是95后，所以他们经常会被拿来比较。原本主流加顶流的王一博的运气太好了，另外3位在今年都遇到了或大或小的问题。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申万我为什么会这么说。然而呢，9月的风向180度的大回环，让运气也掉头了。首先是王一博、李易峰 PC 被通报后，很多男星也成了重点怀疑对象，王一博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王一博公司发声明否认了，但投资人对他的信心肯定会打一点折扣。9月初，网传王一博有3部电影在国庆档上映，分别是《无名》《热烈长空之王》。结果2022年的9月23日，《长空之王》官宣在9月30日上映，预售票房一直遥遥领先《万里归途》，上映首日的排片率接近40%。9月27日，《长空之王》官宣改档，《万里归途》成了最大赢家。《长空之王》在国庆档的排片基本上都给了《万里归途》，王俊凯赢麻了。再来说刘昊然，狗仔疑似曝光了他和周冬雨恋爱并同居的视频，刘昊然和周冬雨都没有发声否认，应该就是默认了。虽然刘昊然不是流量明星，他谈恋爱不会掉太多粉，但毕竟还是有少数女友粉离他而去了，所以刘昊然还是有一点影响。再来说易烊千玺，他今年爆出了违规考编的丑闻，虽然最后澄清了易烊千玺考编没有违规，严格按照流程来的，而且他也主动退出了国家话剧院，但是易烊千玺的路人缘还是受到了损害，得罪了很多小镇做题家，所以他主演的电影《世间有他》的票房只有5000多万。突然的逆向风向之下，王一博被意外按下暂停了，刘昊然、易烊千玺被退步了，这就意味着王俊凯进步了。其实，王俊凯的电影资源一开始是仅次于刘昊然的。2017年12月29日上映的《解忧杂货店》，王俊凯是1番，迪丽热巴是2番，董子健是3番，成龙客串。2017年，王一博还是3线艺人，易烊千玺还是 TFBOYS 里最不红的。最终，《解忧杂货店》的票房是2.23亿。刘昊然的电影资源更好。2015年12月31日上映的《唐人街探案》，王宝强是1番，刘昊然是2番，该片的票房是8.23亿，比《解忧杂货店》足足多了6亿。王俊凯这次要抓住机会，在电影圈站稳脚跟，不能再掉队了。现在，王一博的暂停和离场，一下子就帮助《万里归途》直挂云帆济沧海了。说到这，申万我相信90%没有看过《万里归途》的人，不知道一位神秘福星为王俊凯保驾护航了。同样的，申万我也相信10%有看过《万里归途》的人，不知道一位神秘福星为王俊凯保驾护航了。现在的影评几乎一边倒了，似乎口径都是统一的，那就是去看了《万里归途》的话，你会感觉远超预期。这就是申万我一路先知先觉、苦口婆心的顶流升级打怪的必经之路了。相比起拿撤侨作为故事背景的《战狼2》和《红海行动》等动作军事片，影片选择把视角聚焦于一群更普通的英雄、外交官。电影讲述了努米亚共和国爆发战乱后，外交人员宗大伟等人在重重艰难险阻中完成撤侨任务的故事，更真实、更平凡、更有血有肉，但惊心动魄与灵魂震颤却一点都不少。影片中那段克服艰险的经历，也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行路难》中志气饱满的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别的先不说，就一部院线商业电影而言，《万里归途》无疑是宣传好看的，是质量上乘的。其中最反复带感的一点，便是循序渐进的、张弛有度的节奏感。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影片里的2位主角，前驻地外交人员宗大伟与外交部新人程朗，他们俩执行的撤侨任务，是在客观困难和主观意愿碰撞下不断升级的。
原本作为根基人员可以当场飞回去，却因为顾全大局留在了努米亚。原本应该搭乘最近一班船离境，却因为同事张宁的牺牲而挑起远行重担。原本把侨胞带过边境站就已完成任务，却为了张宁遗孀白桦等人再次返回战区。原本让残留的大部分人抵达迪拉特已算胜利，却为了不落下一个人折返而遭遇叛军。这种层层渐进的叙事节奏非常舒服，在保证故事观赏性的同时，也兼顾了人物环境的塑造。这点真要归功于导演饶晓志的调度了。不同于许多观众喜欢无名之辈胜于人潮汹涌，在饶晓志最重要的几部导演作品中，他一直在进步。到了这部《万里归途》，饶导的表现已愈发纯熟了，类型元素拿捏十分到位，所以我也相信本片会再次获得票房成功。《万里归途》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处妙笔，当属宗大伟和程朗之间关于带队策略的差异和争执。宗大伟出发前本以为白桦身边最多只有10几人，结果碰头后却发现有125人滞留战区。在缺乏通讯和指示的情况下，不愿坐以待毙的宗大伟自作主张要把大家带去最有获救机会的迪拉特。程朗从一开始就不认同宗大伟的行为，并多次坚持要尽早告知大家真相，哪怕最后造成了负面影响，也没争出个高低来。这个冲突其实是非常难讲的，宗大伟做得对但不正确，程朗说的对但不顾后果，双方是对与对的矛盾。万里归途难能可贵的没有站在前辈立场上嫌弃年轻人幼稚不懂事，而是尽可能地展示了双方的苦衷和想法。简单处理或者干脆不拍这段冲突很容易，但影片选择了困难的那条路，并且还拍出了宗大伟和程朗的互相理解以及成长，仅此一点，万里归途就算是一部故事性和真实性结合到位的好片了。同时，影片对中东世界战争的还原也相当真实，尤其几个配角的戏都属于少而精，颇有代表性。例如中期的本地雇员瓦迪尔，一个超脱出部族仇杀、接受开明社会规则的老者，他为了不让宗大伟为难，选择自我牺牲，在影片里一群急于回家的人面前，提供了一位老人故土难离的独特视角。还有狡诈阴损的叛军营长穆夫塔，他热衷于和别人玩虚假的俄罗斯轮盘赌，借此贬低他人，抬升自己，最后却因为宗大伟的勇气遭到了反噬。他的色厉内荏也有助于思考这类循环往复的战乱还存在哪些丑陋不堪的本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万里归途》中一众外交人员的形象非常实在，没有一味往高大全、伪光正的方向上靠。像是八面玲珑的张宁留在努米亚是为了接班升职，一路逆行的宗大伟也有贪生怕死的一面，程朗的理想化、沿行舟的板正等等，都有着我们常人可以理解的行为逻辑，很接地气。影片既展现了外交人员们平凡的一面，又在更大的层面上凸显了他们的非凡。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却能依靠勇气与智慧在纷乱中寻得一线生机。虽说为了追求可看性，电影在改编时做了不少嫁接和艺术性处理，可以联系到现实里外交人员的种种经历，恐怕就不会觉得影片夸大其词了。仅就外交人员被人用枪指头这一危险，历史上就发生过不少次。1990年8月，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的外交人员随员孙博，曾在外出购物时被3名持枪的伊拉克士兵抓住，逼着表态中国对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态度。尽管他用不卑不亢的回应化解了危机，可随后还是发生了差点中弹的险情。今年年初的乌克兰撤侨时，同样出现过中国外交人员在实地查看某场地的过程中，突然被人用枪指着脑袋，好在最终化险为夷。也正是因为外交人员们丰富的现实经历提供了大量原型素材，万里归途才能够奉献出一个险象环生又沉浸感十足的故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影片最后那个精妙的彩蛋了。
本来让吴京来客串成朗爸爸就已足够搞笑和惊喜的了，但随后他盖住电脑的行为则升华了电影的主旨。大家平时都说出国了才知国的好，离家了才知家的好，过年时的鞭炮，邻里间的争吵，这些稀疏平常的事情，在死里逃生的宗大伟看来却值得无比珍惜，就好像沙滩上的嬉戏与夜晚的万家灯火，我们眼中最平平无奇、唾手可得的东西，其实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因此，表面上万里归途什么都没明说，却胜过了千言万语。这感觉仿佛就是新万我所有视频都会展现出的一个共性和基调，那就是敬请珍惜我们平时的所有荣光和羽毛，因为一旦失去了，就万念俱灰了。同样的，无论王炸姐姐还是王炸弟弟，有一说二的尬吹尬黑，永远都不是助推力，而是后拖力。这就是本频道一如既往的硬核深扒的主格调。想想看，如果长空之王不是撤档，而是下架的话，受伤最深的又会是谁呢？会是那些尬吹尬黑的人吗？新万我相信，但凡心怀真爱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统一的答案，标准的答案。说到这，做演员的必须学会选本子，这个粗浅的结论，相信你也不会反对新万我的这个说法吧？那么，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明知故问呢？因为作为顶流艺人，本子选对了，押宝押对了，你还用担心爆不爆的问题吗？而选本子其实就是看细节。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直觉上就是万里归途的细节，或许比长空之王多一些，甚至多很多。而且还是不容易察觉的那一种，就是这种大量繁入的细节，让该片的影评五彩及纷呈，风向一边倒。这是一部细节远比吃瓜想象要更加丰富的影片，很多重要表达都藏在了故事和台词之外，很多人物塑造都有着容易被忽略的前后呼应。抛砖引玉之后，新万我特别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畅所欲言，勇敢批驳。全片最有感的一段细节，新万我说了几次了，也是我认为影片最深层的表达所在。影片结尾，男主宗大伟张译饰演终于回国，这时的国内正值春节，欢庆的烟花爆竹不断响起，每一次都会让宗大伟下意识的躲避和颤抖。他知道自己要到家了，知道自己已经安全，但对战争的恐惧就如同刻入骨髓般挥之不去。在回家的路上，路过的邻居们和宗大伟打着招呼，没有人知道他刚刚经历过什么，他们只把他当成了出差归来的公务人员。这一路上，导演把邻居吵架都拍了出来，这并非闲笔，一点争吵纠纷，大概已经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生活中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了。刹那间，我和刚刚逃离生死险境的宗大伟一样，陷入了重归烟火生活的恍惚。总算走到了那个熟悉的门口，家门一直为宗大伟打开着，等待着他的归来。他望着妻子怀中刚出生的女儿，还在愣神，有些无措。家里人已经开始批判他不洗手就想抱孩子了。这个刚从枪口下带回100多名同胞的男人，就像是从地狱重返了人间，所有的不凡在这时都已褪去，享受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快乐。这种普通人的快乐，对于努米亚人而言，恐怕遥远的就像是梦。万里归途，最大的念想就是还有个家在等着我们回去。战火之中，有的却只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就是该片所呈现的高反差震撼。说白了，那些口头上和平这个、和平那个的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成为后者，因为真实的残酷绝不是想象力的口爽感和动画感。相信您懂。新万我想要说的东西，这种东西贯穿了新万我的整个频道。珍惜和平这4个字不需要写成台词讲出来。当我们看到这里，心中自然而然便会浮现，面具戴久了就会成为你的脸。这句话多次出现。宗大伟在片中撒的谎不计其数，对老婆、对边境官、对跟随他的同胞等等等等。虽然他说的每一句谎话都有充足的理由，但他最终解决问题
靠的却往往是赤诚。边境官哈桑同意建立撤侨通道，不是因为宗大伟想方设法和他套近乎，而是因为宗哲返回办公室想要救他。对不起，有事耽误了。到达迪拉特后，总算联系上妻子。宗大伟第一句话还是在隐瞒，直到听见新生女儿的声音，宗大伟才彻底破防。这些细节没有仔细体会的话，都会丢失。跟着，讨厌谎言的程朗，王俊凯饰演，最后用一个无声的谎言完成了自我成长。他在影片高潮拿起的摄像机并没有电，但这个动作救下的一条条生命是真实的，他眼中的热泪是真实的。这时，他已真正理解了，在战乱环境之中，最重要的是带着大家活下去，保护大家活下去，自己去承担谎言，给所有人带来希望，有时才是负责任的表现。谎言是可以挽救生命的。程朗最初的错误认识在于，他忽视了谎言有两种，一种利己，一种利他。宗大伟的谎言往往都是后者，而大反派则是前者。看过该片的您留意到了吗？深万我感觉，一个好本子就是能让人从中读出自己的感动。而这种豪威一般的感动，说到底就是成功的垫脚石。如果您认同深万我的说法，不妨在评论区中点个赞。导演让大反派把面具这一影片重要符号真实的戴到脸上，他成也面具，败也面具。他用战无不胜的俄罗斯轮盘赌骗局，给属下们带去自己是天选之子的假象，让敌人对他恐惧。当面具被揭下，只剩下丑陋空洞，所有的谎言都将反噬。说到这里，您会不会不禁思考，如果宗大伟一行人到了迪拉特真的没有接应，那将会迎来怎样的局面呢？在影片的宣传物料中，我们能看到大反派最终是被发现轮盘赌骗局的二把手枪杀了。片中也给大家清晰呈现了二把手因为害怕大反派真的输掉赌局打死自己，而上前抢下手枪，发现枪中没有子弹后，瞬间瞳孔地震，无比震惊。这时他对大反派的厌恶已经溢于言表，信念彻底崩塌，其他手下也不再去应和大反派的口号。虽然最终的成片选择了留白处理，但我打心底希望大反派最终自食恶果，吃下那颗命中注定的谎言子弹。战场之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唯一铁律。宗大伟和程朗手中的武器，就是这些叛军畏惧如今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还有一句话，也就是我最讨厌花里胡哨的个人表演，这是哈桑和张宁大学足球队教练的口头禅，在片中多次出现，还被哈桑拿来讽刺说谎被识破的宗大伟。这句话一方面是和面具论异曲同工，另一方面则也是在表明万里归途并非个人英雄主义作品。宗大伟固然是英雄，他勇敢善良，但如果没有程朗，白话他一定到不了迪拉特。如果没有大使馆的配合与接应，在迪拉特等待大家的恐怕又是一场灾难。嘴硬心软的宗大伟每次对人都有着善意埋在毒舌之下。他对主动申请去撤侨的程朗，是觉得程朗语言不通，缺乏经验，不仅无法完成任务，也无法在枪林弹雨中生存下来。他对张宁想升官，一方面是不想让好友再做这么危险的工作，还拉着老婆一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明自己应该去，但却牵挂着即将出生的孩子，正为此两难。他在片中一共说了2次老严又瞎指挥，一次是对老严派程朗去撤侨表示异议，一次是在张宁死后宽慰老严也宽慰自己的一种撒娇。不难看出，宗大伟不仅撒谎从来不是为了自己，连毒舌都不是为了自己。张宁送给宗大伟女儿的护身符，在一路保护宗大伟后，被宗带到了张宁收养的小女孩法提玛身上，最终保护了她。法提玛读的《1001夜》不仅是阿拉伯童话，其中还有大量关于中国的故事，但这个中国是古代阿拉伯人想象中神秘、富饶、强大的东方大国。代表这2种文化的交织，也绝对足以代表中国如今在第三世界国家眼中的形象。1001夜在片中被烧毁残缺，是表达战火摧毁文明与文化，也是表达故事的结局由片中的人物自己靠行动去书写。宗大伟就是法提玛的辛巴达，这个细节是不是很走心呢？宗大伟和程朗决定前往战区解救同胞的段落，
背景音乐是政治化的星星点灯，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歌词显然是代表着渴望回家的同胞们的心声，而宗大伟和程朗正走上了成为星星的路。说句题外话，这首经典老歌的歌词虽然用词浅显直白，但却颇有深意，表达犀利。如果你之前没有仔细听过，可以去感受一下。张译和王俊凯在整个过程中，衣服越来越脏，皮肤越来越糙，伤口越来越多，这种递进非常隐蔽，就像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当你发现的时候，会惊叹于他们怎么已经这样了。我们印象中外交人员通常都是西装革履，无比体面，但《万里归途》中宗大伟等人的住处却像是职工宿舍。这就是在战乱国家工作的外交人员的真实处境，甚至有新闻曾报道，他们为保安全，还曾把床垫搬到卫生间休息。该片中很多角落都有儿童兵的身影，这在非洲战乱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军阀往往会用各种暴力方式控制战争孤儿，为其卖命。毕竟一个还没有枪高的孩子扣动扳机所带来的伤害和成年人没有多大区别。控制儿童兵的其中一大重要手段便是毒品，这些无奈的真实细致到刺痛人心。影片中张译的表演同样充满细节，他不管在多苦的情况下，即便是被叛军劫持的关头，宗大伟在和外国人对话前都会整理衣服，因为作为外交人员，他代表的是中国。前往迪拉特的过程中，水资源极为宝贵，宗大伟喝水后都会把嘴角流出的水滴擦进嘴里。毫无疑问，张译的表演是影片最大看点之一。有麻将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宗大伟他们靠着当地小孩脖子上的一张麻将牌，找到了白化一行人。影片非常真实地表现了，即便是面对外交人员，大家也不会天然就无条件信任。王迅所饰演的刘明辉，一面和宗大伟说着感谢领导，一面又和白话说要是你家张宁来就好了。可见，即便有着官方身份，即便已经是救命稻草，一个陌生人想让一群人把性命托付到自己手中，也有着相当大的困难。这也是宗大伟不敢把真相全盘告诉所有人的重要原因。刘明辉在回家的飞机上给妻子倒水，正相反，在前面的剧情中，刘明辉嫌弃妻子倒的水太烫了，两人没有坐在一起，而是隔了一个人。代表夫妻在这段生死之旅中产生了隔阂，一杯水便是破冰。之所以产生隔阂，恐怕是因为刘明辉带人脱离大部队，导致他们被叛军劫持，而之后叛军羞辱大家，拉扯女性，刘明辉都因为恐惧而没有任何反抗。但在影片结尾，叛军袭击边境站的时候，刘明辉却也把妻子等人推过了边境，自己留在了险境之中。这个有着自己恐惧与算计的小人物，戏份不多却相当鲜活，细节丰富，从侧面反映了《万里归途》在人物塑造上所下的功夫之深。好玩的是，彩蛋之中，吴京出场饰演程朗当兵的爹。程朗说他登珠峰上太空炸木星，是调侃吴京的《攀登者：流浪地球》。《攀登者》是吴京和张译合作出演，《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则是《万里归途》的监制。而程朗说，没有枪，我们也还是把他们平安带回来了，让人想起外交人员是不带枪的军人这句对外交人员最广为流传的概括。可以说，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这个细节就是《战狼》续篇的另类解读了。而吴京作为正版出身、如假包换的顶级战狼，让这部王俊凯有份担纲的片子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福气和色彩。对比王一博的《长空之王》的主配、阵仗、细节和模式，您到底发现了什么更加有趣的异同了吗？326731部由死到生，步步心惊。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归途有风》里有几句歌词：要穿过那世间的火，才可明白为何而来；要放开过勿放的手，才可明白为何回头。该我负的约都已负过，不问得失，无悔对错，非常有味道。
其中要放开过勿放的手，非常有现实意义。这些寓意深长的歌词，让人特别容易想到一句话，那就是祷告常用的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行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正是对影片中宗大伟的写照，也是对银幕外无数人的写照。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话用在王炸姐姐赵丽颖的身上，真的半点违和感都没有。向来嗜好拼命的她，做的永远都比说的多得多得多。这点也是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相当佩服的地方。因为申万我就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干就对了的人。你说了3天3夜的废话，却没有一星半点的动作，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身为当今娱乐圈响当当的大明星赵丽颖，不止萤火虫，不少路人都应该非常的熟悉的。赵丽颖出道这么多年，凭借自己出色的颜值和不断的努力，终于在娱乐圈儿大红大紫，名气也是越来越大。同样，赵丽颖也成为大多数网友心目中的女神，大家对于赵丽颖的印象也是那个清纯可爱的小姑娘，这也成为赵丽颖最佳的形象。同时，赵丽颖虽然一直备受质疑，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赵丽颖的确是一位大美女，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上进的演员。而且赵丽颖在荧幕上展现出来的形象也一直都是女神的形象。那么赵丽颖为什么一直能够保持自己最美的女神形象？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赵丽颖是一位十足的时尚达人，能够让自己一直保持时尚，所以赵丽颖才能够一直保持自己最美的一面。首先，赵丽颖在选择性方面的确眼光非常的毒辣，所以展现出来的气质与魅力也远比很多普通女孩要强得多。毕竟资源就摆在那儿。新一波的赵丽颖时尚依旧让人刮目相看。赵丽颖穿着一身大红色的短裙儿，这样的大红色短裙儿穿在赵丽颖身上，却让赵丽颖瞬间有着一种女学生的感觉，浑身散发着青春少女的气息与魅力。上身搭配上一身条纹的红色签名卫衣，这样的服装搭配让赵丽颖彻底的回到了自己的清纯少女时代，看起来也是尽显一种青春可爱的少女风采。不得不说，赵丽颖选择这样的衣服真的是非常符合自己的气质与魅力，再加上自己出色的颜值，这样的赵丽颖真的是无愧于女神2个字。同样，赵丽颖对于衣服选择方面确实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这样的衣服选择方式也足以说明赵丽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时尚女神，看上去更加的美艳动人。通过赵丽颖的服装选择，也让很多的女孩学到了不少。生活中，大多数女孩虽然接触到的时尚服装并不是很多，但是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衣服，因为这样也是一种时尚的独特表现，也算是跟随潮流和时尚的步伐。所以说，无论地位高与低，每个人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时尚风采。这也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女孩儿都需要注意、需要关注、需要研究的一点。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想说，不穿贵的，只穿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自信有时候就是一种超越服装和搭配的动人美丽。很多人或许都注重物质，而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您认同申万我独家心声的话，不妨继续点个赞，留个言，因为人生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对于如此青春靓丽、穿红戴紫的赵丽颖，您喜欢吗？好玩的是，长相跟气质是2种不同的概念。有气质的人不一定就长得有多好看，而好看的人也未必就一定有气质。如若真能2者兼得，那绝对是上等货色。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赞同我这样的看法，不过赞不赞同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比如当红顶流女星赵丽颖，从崭露头角到成为顶流，
老是被人诟病说她依旧没有完全摆脱土这个标签。于是乎，这也导致她在影视圈风生水起，而在时尚圈却显得逊色了很多。真不如意的时候，甚至连那些2、3线的女星都不如。这说法是不是深问我探讨 N 遍了呢？要知道，时尚感越好的明星气场就会越强大，明星范儿也就自然而然高起来了。这一点对于明星商业价值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论杂志封面，一线女星的资源多又好，而赵丽颖在这方面却没多大的优势。这不，9月27日，赵丽颖工作室微博发布了一组时装10月封面照片，一经发布就被众网友吐槽，大型翻车现场，不好看就是不好看，何必因为影视圈人气高就硬夸时尚感呢？这组照片新万我已经第一时间评论过了，只是黑粉还是喜欢新瓶装旧酒，没话要找话。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没有新万我这种信口即来的胡思乱想独家硬核，黑粉只能反复炒冷饭，反复吃白饭。赵丽颖的这组上月的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一头乌黑的羊毛卷配上淡淡的妆容，身上是一条浅色吊带长裙，近看脸的话还是非常养眼的，但整体的效果却有种55分的感觉。还有就是拿着水管玩耍时的欢乐模样，这夺眶而出的眼袋抢镜就算了，就连笑容看起来都觉得那么的不真实。转个镜头侧脸的时候，这重重的眼袋却完全消失了。P 图师，你是没睡好还是跟女朋友分手了呢？这么明显的错误都能犯。9宫格中有2/3是侧颜照，也正是这个侧颜照败光了好感，鼻子被修饰得太突兀了。原本水滴鼻能给他加分不少，可这处理过后的鼻子却成了减分的焦点，不得不默默地说句，赵丽颖还真是时尚绝缘体。说到这，您听出来了黑粉们说来说去都是百年古早的时尚解读了吗？您没听出来的话，新万我大概都已经睡着了。说实话，赵丽颖不是没有缺点，因为时尚大牌都讲究一个核心点，这个核心点赵丽颖真的没有操持到。很明显，无知的黑粉们批评了半天，却批了个寂寞，半点没有说到重点。老实说，没有配饰的时尚才是不完整的，很难想象诸多被载入史册的经典造型，倘若失去了配饰的点缀，会如何黯然失色。无论潮流如何演变，配饰始终带给人们难于抗拒的诱惑，这种诱惑与基本的实用需求无关，甚至与虚荣奢侈的欲望无关，是对美的终极渴求。因为配饰的存在，时尚变换出更多的可能性，生活增添了充满个性的点睛之笔。无论是那些已经逐渐湮灭在潮流之中的往昔经典，还是随着趋势变换不断创新的时髦小物，每一个关于时尚的故事似乎都少不了配饰的身影。我们爱配饰，所以我们需要配饰。传世美人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 60年代造型，雅致的药盒帽 （Pillbox）、别针装饰的长丝巾以及超长手套都成为整个造型的绝对要素。同样的，1994年戴安娜王妃身着著名的复仇小黑裙，搭配以她钟爱的经典蓝宝石珍珠项链，用优雅性感的完美造型回击丈夫查尔斯的出轨丑闻。戴安娜的这条项链中有2圈钻石包裹的蓝宝石，原本是一枚胸针，伊丽莎白2世作为结婚礼物赠予戴南娜，后来由戴南娜改制成珍珠颈圈项链。这种巧思真的就是普通人看不穿、说不出的大牌时尚了。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最反感的就是不懂装懂、说了白说的那些人，特别是不懂装懂还要为黑而黑，那就性质太过恶劣了。这种恶劣已经在中国的娱乐圈盛行开去了。清流却又不善言语的赵丽颖、王一博、明晃晃也是没有太多招架之力。所谓团队是也。说白了，赵丽颖玩时尚、走高端，还是少了一个旗手。半年前回春大涌的时候，申万我其实想要开篇讲上2、3天的，结果好在当时还有其他的热点频繁出现，
让申万我没有继续深扒下去，否则这个大神后来突然之间的离开，会直接打脸了老实铁口的申万我。对于王炸弟弟王一博而言，感觉同理同样少了一人。俗话说，有耕耘就有收获，是不是自然界的铁律呢？申万我只想说，不是，自然界是讲究靠天吃饭的，社会主义的娱乐圈更是同理。风向一变，收割庄稼的不一定还是那个辛苦耕耘的人，而是那些自带福星的人。有时候一年的努力下来，不是自己的成名，而是别人的嫁衣。您知道申万我在说什么吗？